大家晚上好啊！刚才闲着无聊，所以在那个 YouTube 上看见一个视频，挺好玩，是关于刘永乐老师的。刘永乐老师大家伙应该都认识啊，非常有名的好玩的一位老师。但是这期我看的节目是什么呢？好几年前的，讲的是韭菜散户们炒股为什么赔钱。但有意思的是什么？他在上面讲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数学概率盈亏比，去验证什么？大多数散户一定会赔钱，大概率会赔钱。但是它其中有一些东西是说的不够全面的，非常只是一小部分。你在这个资本市场上能不能赚钱，它只是关系到一小部分。还有一个片尾，它有一部分是什么？说实在是你要是想炒股，那么好，你就买基本面良好的这个投资标的股票。但这一句话对不对呢？不对，错。你的进场时机要是选择错了，基本面再良好也没用，你还是会亏钱。我就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特斯拉近几年比较火热的股票涨得也非常多，近期在回调啊。你同样看你什么时候进场，前年你要是在高位进场，跌了一整年，你是亏钱的，你会受不了的。跌了多少？我们看一下啊，跌了75%，谁能受得了？反过来你看看，人家基本面不是特别好，这个区域人家还没赚钱呢，但是股票怎么样？拼命的上涨。所以说最后这一句话其实上也是不正确的，不对的。然后我不是要单纯的否定李永乐老师啊，至少李永乐老师非常客观的用一个数学概率的方式告诉大家赔钱的原因之一。那我呢，身为职业交易、业余交易，总共也有小20年时间。之前我也想做一期节目是什么？就是关于你为什么赔钱。我自己本身就是这么过来的嘛，把自己赔钱的原因一一逐步筛查，完了纠正、改正，然后把这个问题解决，才到今天可以稳定盈利的状态。所以说我就把多年的真实实盘经验精炼出来，然后跟大家简单概括分享一下。第一点啊，首先我们重复一下概率，李永乐老师说的这个概率问题。那这个确实是概率，你涨跌是没办法100%确定的，不存在，谁都不可能。除了真正的幕后大手，像这些犹太人、财团这些人，到底是谁我们根本不知道，跟我们散户实际上一点关系都没有。还有好的人说这个股票资本市场是这个零和博弈啊，实际上根本不是零和博弈，是非常不公平的。我说的是机构、基金，还有这些权贵，还有这些资本大手跟我们普通的散户韭菜完全不是平等的。人家的盈利方式非常多，我们的盈利方式实在是太少了。所以说概率我们确实是非常低，但是这个高概率能不能抓到还是有方法的。然后很多人执迷于这个胜率上，就是始终觉得我胜率高了我就能赚钱，但实际上不是这回事啊。我同样还是按照实盘来告诉大家，
就像近期这个比特币前2天，这期间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是做了一些箱体震荡的一些小幅的这个单子，应该是能赚到钱，高了你就空，低了你就多。但是一旦最终这个位置你要是方向选择错了，你一下子把这边的利润全部拖回去。所以说你这个是什么问题？这个不是胜率的问题，你这边一直在赚，你的胜率可能甚至恐怖到90%以上。我以前我的胜率高的时候可以达到98%以上，非常恐怖。但是对不起，你还是会赔钱的。到月底一清算，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最后一手大单你错了，一下子你就把所有的前期利润全部倒回去。所以这个问题是什么？实际上是盈亏比。盈亏比什么意思？你赚的时候赚的少，完了亏钱的时候亏得特别大，这样的话你胜率再高也毫无意义。所以说我的频道上边应该是有一个注解，写的是什么？无视胜率。无视胜率的原因就在这儿，不重要。然后这里头插一句啊，为什么说无视胜率？实际上华尔街这帮职业交易员操盘手，他们的胜率也不高。说白了，人家甚至都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大猩猩预测行情跟他们这些资深前线的这些一线的交易员的这个行情预判，到底是谁更准确？最后结论是什么？5对5，基本上都差不多。说白了，你随便抛硬币，最终还是一样的。所以盈亏比一定要做好，你亏的时候尽量少亏，赚的时候一定要多赚。但是好多散户都有什么问题？损失厌恶的心理。这个不是散户的问题啊，这个是人的问题。人性使然，它本来就这样。人就是什么？不愿意损失，非常不愿意损失，他只想得到利润，得到便宜，这是人的本能。你跟人的本能抗衡，你得多累啊！当然很难办到。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训练的过程。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朋友都经常说卖飞了，卖早了，提前卖早了。什么原因呢？你着急获利嘛？这个实际上也是人性本能使然，没别的原因。这些其实都要训练，不是那个一朝一夕马上就能扭转过来的，因为这个是多年的习惯嘛。尤其是你在某些领域做的还可以的这些人。所以你像美国还有一项数据是什么？就这些散户亏钱的人当中，什么样的人占的比例最高？很好玩啊！有意思的是，各种名校毕业的、常青藤毕业的，还有这些各个行业的佼佼者，亏损率非常高。为什么？他们有一个执念是什么？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得非常好，所以他就不信这个地方我做不好，所以他有一个非常盲目的自负心，然后没有一个对市场的敬畏，只是一个执着，结果最终你越做越亏。还有一个就是资金比重资金比重也很重要。资金比重里头，简单讲，就是你要总共投入到市场当中的资金是多少，然后这个市场当中资金要买几个股票，买多少，这些资金要全部all in一下子全买进吗？每次下仓的时候比重是多少？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好多人都忽视这个问题，好多人都觉得我钱少，管他呢，反正赔也赔不了多少，赚我得多赚点儿。他只是想这一个单纯的问题，实际上不是那回事儿。这投资交易获利，它是长期的一个马拉松。我之前也讲过，它不是一时的赌博。
你像著名的投资交易家，大家伙儿都耳熟能详的巴菲特啊，他这么些年做的最好的实际上是什么？就是资金比重、仓位管理，还有下仓比重。什么叫下仓比重？就是你每次交易机会的时候，你要下注多少。巴菲特有一个非常好的爱好啊，就是天天打德州。为什么打德州？人家就是练这个下仓比重。这么大岁数了，据说还在玩。也就是说什么？他牌好的时候他会下重注，牌不好的时候他基本上就是玩一玩，只是就像运动员一样，他会热身，是这种状态。所以说很多资金比重的问题，大家伙儿都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你亏钱是必然的，你越做越亏。还有一个交易周期。什么叫交易周期？就是你到底是做月线、日线、4小时线、1小时线，还是15分钟线，还是5分钟线，还是1分钟的超短线。相信大家伙啊，很多朋友，尤其是币圈的朋友，都是用高倍的杠杆做非常短的超短线。我告诉你，这是找死。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你一定会死得很惨。千万不要这么干。你这相当于是什么知道吗？你平时在城市里头追个公交车啊，你觉得你开车技术还不错，然后你现在直接就是什么到国际舞台上跟这些职业操盘手、职业金融资本家，然后开着你的破夏利，然后跟这些 F1 方程式去做比赛，你怎么可能有赢的机会呢？一定是死路一条。所以说交易周期怎么办？你只能是从大的周期开始做，说白了，做长线、中长线，大的时间周期，你的容错率会大大提高，配合你的资金比重，配合你的这个盈亏比、概率，然后去做长的波段。这样的话，你扛单也不会累，还会成功率还会大大提高。还有就是人毕竟是什么？我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下个星期干什么，下个月干什么，就是你压到小的时间单位，你跟别人去约一个饭局，你也不可能说下1分钟、下1秒，没有这样的，都是什么？我下午1点、下午2点、下午3点，或者是明天、后天，都会这样去安排你的热场，还有跟其他社交朋友的这个约会时间。所以交易周期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有时间去多看看这个 K 线，你就会发现很多瀑布的时候，还有暴跌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整点。为什么？想想这些机构他们也是根据时间来，所以说你看 K 线一直都是开着小时线，其他基本上不用看，没有意义，毫无意义。他们就是穷折腾嘛，你管它干什么呢？为什么要玩这种缥缈的那种时间周期，然后你毫无胜算的，纯是赌靠运气的，这个太难了。所以说一定把交易周期想好。还有就是进场时机啊，也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特斯拉，你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这个你要是搞不清楚，那你只能是追涨杀跌。疯狂瀑布的时候，你像那个新冠的时候，还有前年一直下跌的那种状态，去年比特币跌到15600附近的时候，你就不敢进吗？明明在高位的时候，你觉得要是那么便宜，我也会进，都是这么想的，但是你不敢进，为什么？你跟风，看各种主流媒体大报小报，
主流的什么大 V、股评员这些乱七八糟的人，跟那儿一路唱空，一路爆雷，各种坏消息，你怎么敢进？还有千万记住，选择这些媒体的时候，一定要找客观的，不能找有主观想法的这些。为什么这么讲？他们是做媒体赚钱的人，人家不是交易赚钱的人。你跟他们学一学怎么做主播、做媒体、做传媒，这是可以的。但是跟着他们去选股票、选进场时机，你觉得逻辑上说得通吗？根本就不对嘛。所以进场时机也同样。还有一个，接下来标的物的选择，你就比如说最近 A 股这几天反弹反得挺厉害，挺好的，但问题是所有的股票都在涨吗？不是的，只有好的股票。什么叫好的股票？能反弹的，能让你赚钱的，那就是好股票。对你来说，对你的时间空间来说，就是好的标的物。千万不要小猫钓鱼，看见那个人那个股票赚钱了，你就去那儿，完了那个山寨币起来了，拉了几百%，你又去到那边，没有用，这样你永远都赚不到钱，只能被埋里，只能被套在上面，然后你亏钱，完了变成无头苍蝇，你不知道怎么找方向，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然后到处找资料。但你那个找资料倒是好事，但你得从根儿上、系统上开始，一点一点把你的交易逻辑的地基打出来，你才会有盈利的效果。你总想要一个什么武功秘籍、先自宫、葵花宝典、九阴真经，不可能的，不要想那种事儿，你只能是浪费时间、浪费感情，然后无情的、毫无止境的、螺旋式的摧残自己。还有就是同样说过这个追热点，千万这种热点，等你有一定的经验以后，这种热点是可以追的，不是不可以追，但不是盲目的追。什么时候追，什么时候进出，这个是非常技术的活啊。然后应对策略上也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所以这个也不要盲目的去尝试。你要盲目尝试，肯定是赌博碰运气。我相信运气不会总站在你这边。还有股市上、币圈上都有一句话啊，就新人总会有一些幸运值，确实是那样。刚进来的朋友都有那么一种运气，为啥？其实也很简单啊。绝大部分刚进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看见新闻，觉得啊最近币圈不错，股票不错，然后看着新闻进来了嘛。大的趋势已经形成了，你半路上车了，然后当然你马上挣钱了，但那只是一时嘛，不够长久嘛。然后这一切的一切啊，就是全局思维，长期运营你的账户。说白了，不断的去管理你账户的状态，始终保持健康的现金流，然后不赌博，不一时的去博短的收益，然后及时的根据市场盘面情况做长期的应对、调整、运营。那这个最基本的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什么？投资3要素，就是市场的预期，然后风险的对冲，还有合理的杠杆应用。这一切都属于什么？就是风险管理。因为什么？你能左右的只有做你自己账户的风险管理的决定权和执行权。至于市场涨不涨、跌不跌，哪个股票涨、哪个币涨，你管不了的，你只能求神拜佛，没有用，神仙也不管这个事儿，对吧？然后这一切都归咎于哪里？认知。也就是说，你对这个市场了解认知多少，
你对这个公司股票了解多少？你对这个币了解多少？它的成交量，它的背后的股东，还有背后的机构持有的这些人的意图等等等等，你都毫无知情的情况下，你怎么能把辛辛苦苦赚的钱随随便便就扔到市场呢？可能就没了。你难道不谨慎吗？你看，无论是老大妈还是我们年轻人啊，你无论是去拼多多还是淘宝、京东、天猫，你买一个东西是不是都是货比三家，比了又比，等了又等，看它什么时候打折，看它什么时候有优惠券，对吧？什么时候出新品，完了迭代品、替代品可能会有更不错的促销活动，你都是这么看。但是你去投资做这个交易做股票的时候，为什么这种习惯都扔没了呢？你去买个鸡蛋你都要货比三家，但为什么做这种重资产投资的时候是这么无脑，只有贪婪贪念执着挣钱的心理？很奇怪，不是吗？但这个实际上也不怪你，它只是一个人性的体现而已。还有就是交易心理，就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从概率、盈亏比、资金比重、交易周期、进场时机、标的物的选择、全局思维、运营账户过程当中遇到的所有的问题，说白了，你亏钱的时候，你赚钱的时候，你的荷尔蒙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你应该怎么去应对，怎么去管理你的心智，怎么去知行合一的去做你的行动，这一系列都是问题。这一系列都做好的前提下，我负责任的告诉你，可以稳定盈利，没问题。你像国外远的不说，咱们就不说欧美了，就说我们近邻韩国、日本，好多普通散户都赚钱，只是赚得多还是赚得少的原因嘛。那为什么华语圈，尤其是国内内地的这些人不赚钱呢？很简单，就是认知缺陷嘛。对这个东西，我们改革开放虽然也有几十年了，但资本市场的运作，包括老百姓对金钱观还有投资理财的认知常识，很多问题都非常缺乏。所以说你赔钱是合情合理的事儿嘛。然后你这种情况下，你跟这个资本市场上，跟一线的这些职业交易员，跟这些资本财团，你要去抢这个钱，你凭什么呀？听到这儿，想必大家应该有数了，你赔钱是正常的。99%的散户韭菜以这种心态去应对市场，那肯定是赔钱，毫无疑问。但是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过一遍，一个一个去给自己打个分，不认识不知道的地方你去学习，然后通过实盘去慢慢验证复盘，写交易日志，不断的精进提炼，这样的话一定会能走向稳定盈利的道路。所以说这期视频呢，反正也是赶上周末，之前也是特别想做一期这样的节目，也感谢李永乐老师有这么一个题材，然后借题发挥聊了一下，希望给大家一个忠告，也希望给大家一个启迪。那好，也不早了，早点休息吧，大家伙儿再见，明天见。